从援交女王到冷血恶魔，她如何把婚恋网站变成死亡名单？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蛇蝎美人的故事。她利用美貌与厨艺设下致命陷阱，色诱4名富豪离奇暴毙，千万日元不翼而飞。这桩震惊中外的蛇蝎美人案，揭开了完美面具下的致命毒牙。山岛美子1974年出生于北海道，父亲是公务员，母亲是个钢琴老师，家里除了她还有3个孩子，她是老大。受母亲影响，美子从小就开始学习钢琴，有一定水平。按理说，以美子父母的职业，教育子女应该不成问题，但或许是家里孩子太多，他们顾不过来，也没发现美子对金钱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后来美子放假在一个亲戚家玩耍时，偷别人存折被逮个正着，因为当时美子还小，又是在亲戚家，这事儿没闹大，父母也没当回事儿，只不痛不痒地批评了几句。美子还有偷父母钱包里钱的习惯，一次被母亲发现了，不仅没责备她，反而主动打开钱包给她拿钱。一方面美子有偷窃的恶习，另一方面她学习钢琴很有天赋，在很多比赛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或许这也是父母一再纵容她的原因。上学时，美子把零花钱和偷来的钱都拿去买了零食，这使得她比同龄孩子都要胖。虽然肥胖的身材给她的外形减了分，可她性格温柔文静，钢琴又弹得好，在学校还是很受欢迎。美子喜欢吃，对做饭也有研究，有2年放暑假时专门买了烹饪教材学习，练就了一手好厨艺，任何食材到了她手里都能被做成美味。美子18岁时高中毕业，父母都想让她考大学，她不同意，还和父母发生了争执，最后一次吵得很厉害，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独自跑到东京，在一家肯德基做店员，之后又陆续做了几份钢琴教师和餐饮店服务员的工作。东京作为日本的超级大都市，让美子眼界大开，她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在这里站稳脚跟，成为一个地道的东京人。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却很骨感。无论是钢琴教师还是店员，微薄的收入都无法满足美子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。几年下来，美子痛苦地发现，这样下去自己永远也实现不了梦想。当对物质的追求大大超过赚钱的能力时，人们会越来越绝望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把快速挣钱的机会放在他面前，哪怕这种捷径是违法的，为人唾弃的，他也很容易动摇并最终选择。美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了援交俱乐部，她向男人提供身体，男人给她金钱。美子一直坚称她不是卖身，是各取所需。她和每一个客人都会交流，聊新闻，聊理想，聊人生。她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情感援交者，比普通援交者要高一个层次。为此她的出台价也越来越高，只涨到了10万一次。援交为美子源源不断地带来了不菲的钱财，她的消费水平也水涨船高。到后来，援交的收入也满足不了她了。美子对物质的追求似乎永无止境，她一方面渴望金钱，另一方面却不愿付出对等的精力，总想着不劳而获。于是美子再次陷入困惑。恰在这时，婚恋网站在日本兴起，众多宅男怀着天上掉馅饼的期许，纷纷在网站注册。美子看准了这个时机，在许多网站都注册了账号，发布交友征婚信息。美子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要找个可以榨取钱财的男友。结果如何并不在她考虑的范畴，她一直认为钱才是人生最重要的，感情这东西没什么意思，并且她也不认同1对1的夫妻关系，什么贞操忠诚都不值一文。美子尝试着和网站匹配的几个对象交往之后，总结出一个规律，就是年纪小的都没什么钱，还很吝啬，相对而言，年纪大的男人经济实力都要强一些，出手也大方许多。为了博取大龄男性的喜爱，美子对自己的定位做了进一步的改善。她在婚恋网站上传了一些知性的照片，又精心做了几道菜传上去，再配上甜美的声音。这样操作后，她在各个网站的人气都迅速飙升，邀约她的男性会员越来越多。毕竟会做饭、温柔、声音好听，这3个标签一贴上，
没几个男人能抵挡住诱惑。那段时间，梅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电脑前，逐一挑选对象。经过几次实践，她已经很有经验，能顺利地选出那些有钱又容易上套的金龟婿。梅子开始了角色扮演，她同时与好几个人保持着感情与肉体关系，并进行着更精确的筛选，谁钱多花钱爽快，她在他面前就表现得更加完美。当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，梅子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。她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想办烹饪学校的念头，这时有的男子就主动提出给她资金上的支持，梅子会高兴地亲吻男子，男子还以为捡了便宜。如果男子不主动提出，几次后梅子也会开口询问，一旦对方拒绝出钱，梅子就会逐渐断了两人的联系，又去开发新的目标。好几个对象都对梅子死心塌地，听她讲了这事后，二话不说就打钱，钱倒是打了，他们却从没见过梅子的学校。有人提出过疑问，都被巧舌如簧的梅子找借口打发了。他们看中的是梅子的人，也没怎么过多追究，全当她办学校亏损了。然而10亿果腹，欲壑难填，屡屡得手后，梅子又不满足了，她准备干几票大的。这次梅子的计划不仅是谋财，还要害命。为了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，在对象的选择上，她把年龄范围限定得更大了，中老年人才没有反抗能力。第一个死者是个70岁的老头，他在给了梅子7000万日元后，死在了自家浴室中。因为他年事已高，又没有外伤，警方定性为意外死亡，梅子成功脱身。第二名死者是个54岁的上班族，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。警方在家中发现了炭炉，案件发生在2009年1月，警方同样认为是意外事件。如果他们深入调查一下，就会发现男子在死前曾给梅子转账1700万日元。第三名受害者死于2009年5月，是个80岁的老者，网站账号是他儿子帮忙注册的。他比较惨，梅子制造完烧炭自杀假象后就离开了，结果木炭把窗帘引燃了，整栋住宅都烧了起来，还是邻居帮忙报的警。消防员灭火时在浴室附近发现死者，把他背了出来。灭火结束，经法医检测，老者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。老者父亲是日本一个知名画家，留有不少画作。老者与梅子交往后不久，家里一幅作品失窃，随后在黑市以高价卖出。彼时老者被梅子迷得神魂颠倒，完全没怀疑他，倒怀疑是儿子偷的画，弄得父子关系很差。因为这几起案子的发案地之间有些距离，不是同一批警察处理的，所以都被当作个案，没有串并调查。直到最后一起案子发生，警方才终于注意到了梅子。那是2009年8月，一个42岁的公司员工激动地在社交账号上发布消息，称自己终于脱单了，明天就要带未婚妻去见父母。可第二天，他被人发现死在了停车场的一辆汽车里，车内放着一个炭炉，他的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。8月的气温已经比较热了，男子在车内烧炭，绝不可能是取暖，那就是想自杀了。车是男子租来的，可租车公司负责人向警方透露，前一天他来租车时很高兴，说要开车回家，完全不像要自杀的人。社交账号发布的内容同样证实了这一观点，并且警方在死者血液中发现了安眠药成分，由此认定这是起蓄意谋杀案。谋杀，凶手总有所图。很快警方就查到男子平日没得罪什么人，而他死前给一个叫山岛美子的女人转账了400万日元。在调查美子时，警方顺藤摸瓜，骇然发现他与之前发生的几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都有关系。再一详细追查，梅子还有购买木炭和安眠药的记录，凶手呼之欲出。被捕后，梅子承认自己得到了几名受害者的钱财，但否认谋杀了他们。自始至终，他都没有表现出丝毫后悔与愧疚。他仍然坚称，他和受害者之间是种公平的交易，他并没占对方便宜。在2年多的牢狱生活中，梅子心情一直不错，吃得好，睡得香，和狱友交流做饭心得，教人弹钢琴。不管梅子承认与否，
随着调查的进行，他杀人的证据越来越明确。2012年，他被地方法院判处死刑，此时他才38岁。其实，梅子会弹钢琴，有高超的厨艺，这两样技能完全能帮他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再嫁个如意郎君，一辈子也挺圆满的。可是，从小就滋生出的对物质和金钱的狂热追逐欲，让他一步步陷入泥潭，无法自拔。不仅害了4个人性命，毁了4个家庭，也结束了他自己荒唐又短暂的一生。